大家好，我是4213。众所周知，在魔兽争霸1和2，也就是对应魔兽史上的第一、二次大战时期，兽人部落一直是以一个反派和侵略者的形象出现的。但是等到了第3次大战时期，兽人部落摇身一变，就成为了艾泽拉斯的守护者，与星球上的各大种族一起参与了海加尔山保卫战。那么，从侵略者到保卫者这种形象上180度的大转变是如何产生的呢？这当然与我们本期的主角萨尔有关。刚好我们上期聊了洛丹伦联盟的继承人，这期再来说说部落的继承人。话说，早在《魔兽争霸3》发售的前一年，暴雪出了3本小说，分别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巨龙之日》和《鲜血与荣耀》，还有一本以萨尔为主角的小说《氏族之王》。这3部小说分别可以概括为是联盟的故事、部落的故事，以及由部落和联盟两边成员相遇所引发的故事。而有关兽人部落形象上的转变，在《鲜血与荣耀》和《氏族之王》这2本小说中有着很具体的表现。小说中的内容改变了兽人在《魔兽争霸1和2》里的固有形象，他们不再是侵略者，而是阶下囚。他们也会时常反思过去犯下的过错，以及他们还有一位被人类养大的新领袖萨尔。要说起这萨尔啊，其实萨尔并非他的本名，他原名古伊尔，其父亲是双狼氏足球长杜隆坦，而母亲则是勇敢的双狼女战士德拉卡。话说，在黑暗之门开启当年，双狼氏族跟随部落大部队来到了艾泽拉斯。由于正直的杜隆坦一直在不断质疑古尔丹的动机，并且他不愿让族人参与侵略人类村庄的行动，这导致古尔丹将双狼氏族放逐出了部落。原本这杜隆坦是准备反抗古尔丹的，但他的老婆德拉卡最近怀了身孕，为了保全整个氏族和他们尚未出生的孩子，杜隆坦最终选择带领氏族离开部落北上谋生。在1年后，他们在元素之灵的指引下，来到了与家园双狐岭相似的奥特兰克山脉定居。此后不久，德拉卡就生下了一个男婴，杜隆坦夫妇为他们的儿子取名为古伊尔，他也就是我们本期的主角了。孩子降生原本是件喜事，但这个孩子的皮肤却被邪能污染成了绿色，这令杜隆坦再也忍受不了古尔丹的邪恶勾当。于是杜隆坦让氏族大萨满德雷克塔尔利用萨满之力，给他的好友奥古瑞姆毁灭之锤送去消息，约他在洛克莫丹地区密会。收到消息后，奥古瑞姆带上了几个卫兵，便赶赴洛克莫丹了。在那里，他见到了杜隆坦夫妇，还有他们的孩子，绿色皮肤的小古伊尔。杜隆坦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好友，他们都认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消灭古尔丹和黑手，否则整个部落都会走向灭亡。密会结束后，奥古瑞姆让自己的卫兵护送杜隆坦夫妇，自己则先行返回营地。然而，这个决定却令奥古瑞姆毕生都追悔莫及。原来，这些卫兵都是古尔丹的刺客。这些家伙偷袭了毫无防备的杜隆坦夫妇，尽管奋力反抗，但由于被偷袭受伤在前，杜隆坦夫妇最终还是倒了下去，只留下了襁褓里的古伊尔在冰天雪地里自生自灭。也许是命不该绝，也许是因为主角光环，也许是因为双狼氏族的特长抗冻。总之呢，小古伊尔奇迹般的活了下来，并且被人类贵族艾德拉斯·布莱克摩尔发现并带回了敦霍德城堡。在带回城堡后，艾德拉斯给小兽人取了个人类名萨尔。萨尔这个词在人类语中是奴隶的意思。话说这个艾德拉斯呢，是个很精明且很有野心的家伙。最初他是打算将萨尔抚养长大，然后再训练他成为一名决斗士，为自己赚钱的。然而小萨尔的成长呢，却并不顺利，因为整个城堡上下都不知道兽人婴儿该吃什么，这使得小萨尔一度处于饥饿而虚弱的状态。幸好这个时候，艾德拉斯的下属塔米斯·福克斯顿一家解决了小萨尔的饮食问题。塔米斯的老婆正处于2胎哺乳期，在大女儿塔蕾莎的提示下，塔米斯说服老婆为萨尔提供奶水，这才养活了小萨尔。在之后的日子里，小萨尔在塔米斯一家暂时住了下来。期间，塔米斯的小儿子因一场高烧不幸夭折了，这使得小萨尔成了家里的唯一一个婴儿，而塔蕾莎也将萨尔认作了自己的另一个弟弟。然而好景不长啊，等小萨尔有了一定的自理能力时，艾德拉斯便将他关到了城堡下方的囚室里，而这一关就是许多年。时间很快来到了黑暗之门开启后7年，此时第2次大战已经结束了。
由于在战争中的不俗表现，颇有一些才能的艾德拉斯被洛丹伦联盟委派在自己的城堡里建造兽人战俘集中营，这里将作为所有集中营的管理中枢。而艾德拉斯对联盟的决定表面上笑嘻嘻，心里却是 MMP。他认为这是联盟领导层对他的侮辱。原来艾德拉斯的父亲在早年间背叛了洛丹伦，被放逐出了这个国家。如今艾德拉斯认为联盟的高层仍将他视作叛徒之子，所以才让他担任这样毫无荣誉又得不到任何人感谢的苦差事。不过这个精明且富有野心的家伙不会这么轻易放弃的，他打算利用他的秘密武器兽人萨尔夺回自己在联盟中应有的地位。此时的萨尔6岁了，身高已经接近了正常人类。在这些年里，他接受了人类的教育，掌握了人类的知识。接着艾德拉斯向萨尔传授了有关战斗方面的知识。由于萨尔是兽人，在力量上的优势使他的训练成果斐然，甚至能在训练中压制住新来的军师长。话说这个军师长是个很不错的人，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歧视萨尔的兽人身份，反而对萨尔进行了鼓励和教导，夸赞他是个前途无量的小伙子。在军师长身上，萨尔学习到了留对手一命的仁慈。在现实中呢，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这句话，但是对于萨尔来说，仁慈之心恰好能压制住他兽人体内的血性狂怒。后来在军师长的劝说下，艾德拉斯也同意萨尔学习有关战略、兵法和历史方面的知识。另一面呢，聪明伶俐的塔莱莎经常通过夹在历史书中的信件来与囚室里的萨尔互通消息。看得出来，塔莱莎是真的把萨尔当自己人。萨尔也通过塔莱莎偷偷带来的书本了解了囚室以外的世界，这使他很向往自由的生活。在萨尔的童年时期，塔莱莎和军师长都对萨尔的思想产生了非常重要的正面影响。时间很快又过去了6年，来到了黑暗之门开启后13年。此时的萨尔已经成长为一名出色的战士了，能够熟练使用各种武器。他同时具备了兽人的身体优势、勇猛的个性以及人类狡诈多变的战略。话说，在敦霍尔德城堡中有一处角斗场，艾德拉斯经常让萨尔在角斗场中同时与多名敌人战斗，这使得各地的人类贵族与居民都会来这里观看比赛。萨尔在角斗场上的出色表现，为艾德拉斯赢取到了源源不断的财富。后来，随着萨尔的名气越来越大，就连洛丹伦的王子阿尔萨斯也慕名前来观看比赛。这段剧情也在上期的视频节目中提到过。某天，当萨尔正在和人类士兵对战训练时，有一个载着兽人囚犯的马车疾驰而过，这是萨尔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族人，而马车上的兽人以为萨尔是在被人类围攻，于是兽人突然发狂，挣脱了牢笼和锁链，准备前去救萨尔。只见他冲着萨尔用兽人语大喊，让他赶快逃跑。可由于萨尔很早就失去了父母，他只会一点点兽人语，所以他不太明白对方喊话的意思。然而还没等兽人冲过来，他就被一群人类士兵杀死了。此情此景显然对萨尔来说太过于有冲击性了。原来尽管在敦霍尔德城堡的集中营里有不少兽人俘虏，但艾德拉斯却一直避免萨尔与他的族人见面接触。一方面是他要萨尔学习人类的思考方法，另一方面是他要让萨尔绝对的服从于自己。艾德拉斯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他那大胆的想法，他想让萨尔在未来引领兽人囚犯们为自己征战，进而颠覆联盟，亲自出任领袖。不得不说，艾德拉斯的想法确实极其有野心。然而事情真的会如他所愿吗？在囚犯事件过后，萨尔通过塔莱莎偷偷送来的书籍，了解到了当今兽人族群的现状。他时常会把目光停留在小时候包裹自己的那块襁褓布上，看着布上的狼头印记，他常常在想，那些游荡在野外的兽人氏族到底怎么样了？自己真正的父母又现在何处？同时，他也在思考艾德拉斯到底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是把自己当作孩子，还是说他只是把自己当作一枚棋子？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萨尔没过多久就找到了。在某次角斗比赛中，连胜9场的萨尔失利了。本就受了重伤被抬下场的萨尔，遭到了艾德拉斯的拳打脚踢，理由是萨尔输掉了比赛，害他损失了数千块。同样对萨尔拳打脚踢的，还有那些仇视兽人的人类士兵。最后是军师长拉开了士兵，才避免了萨尔被活活打死。这让萨尔终于意识到，酗酒成性的艾德拉斯只是一个傲慢而暴虐的家伙，他从头到尾都只把自己当作奴隶，就像他给自己起的名字那样。但他也知道，并非所有的人类都像殴打他的人那样，人类中也有塔莱莎和军师长这样的另类。终于被绝望逼到崩溃边缘的萨尔拟定了一个逃跑计划，他把这个计划告诉了他真正信任的人塔莱莎。而当塔莱莎收到萨尔的请求后，他义无反顾地帮助了萨尔，在城堡里制造了一场火灾骚乱，转移了守卫们的注意，这让萨尔带上了出生的襁褓布，躲开了卫兵的巡查，逃到了附近的荒野中。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在副本《救希尔斯布莱德丘陵》中也还原了救出萨尔的这段剧情，但剧情却和历史中的不太一样。在副本的时间线里，永恒龙军团成员绑架了塔蕾莎，使他无法制造混乱，掩护萨尔逃跑，所以青铜龙才请求玩家来救萨尔。接着说回到故事上来，成功逃出来的萨尔在约定地点与塔蕾莎见了面，塔蕾莎交给了萨尔一张地图，告诉他该从哪里逃跑最为稳妥。临别前，萨尔让塔蕾莎和他一起逃走，可塔蕾莎却拒绝了萨尔，因为禽兽般的艾德拉斯强占了塔蕾莎，如果他逃走的话，家人的生命就会有危险。接着，塔蕾莎将自己的项链交给了萨尔，这条项链将作为萨尔需要他帮助时的信物。塔蕾莎还告诉萨尔，他绝不是人们口中说的怪物。无奈之下，萨尔只能含泪与塔蕾莎道别，踏上了属于自己的命运之路。游荡在野外的这些日子里，他从另一位兽人俘虏那里得知了在西边有格罗马什地狱咆哮和战歌氏族残部的消息，于是他又踏上了边逃亡边寻找格罗马什的旅途。后来萨尔遇到了战歌兽人，他通过了重重考验，见到了传闻中的格罗马什。萨尔通过他的仁慈之心赢得了兽人们的尊重。接下来萨尔从格罗马什那里学习到了完整的兽人语，格罗马什通过萨尔襁褓部上的图案判断出这是来自于双狼氏族的。他听说双狼氏族隐居于奥特兰克山脉中，于是萨尔决定顺着格罗马什的指引前往奥特兰克山脉寻找族人的下落。在经过了艰难的长途跋涉后，他终于在山中找到了双狼氏族的聚落。当氏族的守护人德雷克塔尔见到萨尔后，他立刻通过襁褓部认出了萨尔的真实身份，但德雷克塔尔并不打算在刚见面时就告诉萨尔这些事。萨尔在奥特兰克的这段时间里，德雷克塔尔一直在以兽人的古训教导着这个年轻人，而萨尔也以自身的优良品德赢得了氏族人民的尊重。这里还需要说明一点，虽然萨尔有自己的兽人名古伊尔，但他还是坚持让别人称呼自己为萨尔，因为他要用这个名字时刻提醒自己曾经作为奴隶的这份耻辱。德雷克塔尔在看到时机成熟后，才将萨尔的父母以及他的真实身份和盘托出。老萨满告诉年轻的萨尔，他的父母杜隆坦和德拉卡，还有整个兽人部落是如何在恶魔的腐化下变成了如今这七零八落的模样的。从那时起，萨尔心中便种下了一个想法，那就是要将整个兽人氏族团结起来。不过在那之前，他必须完全融入到自己的族群当中，学习做一名光荣的兽人。同时，德雷克塔尔也开始对萨尔进行萨满祭司的训练了。在之前初见萨尔时，他便察觉到了其身上的萨满潜力，而通过教导，萨尔很快就学会了如何与元素之灵取得沟通，并最终掌握了萨满之道，成为了自部落堕落以来的第一位新生萨满。大约在黑暗之门开启后15年，有位头戴兜帽的兽人访客来到了双狼氏族营地。在交谈过程中，访客频频用言语向萨尔发出挑衅，萨尔无法忍受对方的侮辱，于是便向其发出挑战，并在决斗中将其击败。直到此时，神秘访客才终于揭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他便是部落的大酋长奥古瑞姆毁灭之锤，同时也是萨尔父亲杜隆坦的挚友。原来，自从第2次大战结束后，奥古瑞姆被人类先后2次关进了监牢和战俘集中营，而当他从集中营里逃出来后，便一直游荡于荒野之中，过了多年的隐居生活。直到最近，他偶遇了地狱咆哮，并从他那里听说了有关萨尔的事。再后来，德雷克塔尔又派坐狼传信给奥古瑞姆，说出了萨尔就是杜隆坦之子的事，于是才有了上面那一幕，看似故意挑衅，实则是试探实力。经此一战后，奥古瑞姆认可了萨尔的实力，他向萨尔说了不少与其父亲杜隆坦的趣事，也坦白了是自己的错误决定，才间接导致杜隆坦夫妇被奸人暗算。本来他也以为萨尔随父母去世了，幸好萨尔存活了下来，他的内心才得到了安宁与慰藉。奥古瑞姆作为萨尔的另一名导师，他告诉萨尔兽人在过去是如何生活与战斗的，而萨尔也通过行动对奥古瑞姆展示了自己对自由的热爱，对兽人曾经高贵精神的向往，以及将部落重新凝聚起来的愿望。这与奥古瑞姆过去在兽人战俘营里看到的那些颓废的兽人截然不同。萨尔的乐观与坚韧也重新燃起了奥古瑞姆心中的希望，令他看到了恢复兽人光荣与骄傲的可能。于是奥古瑞姆任命萨尔为自己的副官，并与格罗马什的战歌氏族会合，结成了新部落。接着奥古瑞姆制定了解放兽人囚犯的计划，这个计划是萨尔伪装成囚犯潜入战俘集中营里，向兽人俘虏展示自己的萨满之力。这个计划进展得很顺利，久违的萨满之力成功清除了兽人萎靡不振的消沉情绪，重振信心的兽人很快拿下了营地的控制权。但他们并不打算占领营地，因为解放族人才是他们的首要目的，并且萨尔还要求手下的战士绝不可以伤害手无寸铁的人，尤其是妇女和儿童，也不可以劫掠物资和屠杀人类。
他还向兽人传达了必须要自力更生，绝不可重蹈旧部落覆辙的观念。这种观念起初兽人们还不太能理解，但随着萨尔的言传身教，就连曾经主张劫掠的地狱咆哮也开始支持萨尔，因为他知道在过去那些年里，兽人一直被恶魔之血掌控，那种滋味非常难受。就这样，他们用这个计划连续攻陷了3座集中营，每攻陷一座集中营，新部落就会变得更加强大。然而接下来，洛丹伦联盟便派骑士加强了集中营的防范，于是新部落只得进行强攻解放。在他们试图解放第5座在阿拉西高地的集中营时，联盟方面的守军又增加了近乎1倍。这次战斗中，阿圭瑞姆毁灭之锤被人类从背后偷袭，导致他受了无法治疗的致命伤。在阿圭瑞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宣布让萨尔担任新部落的下一任大酋长，还让萨尔继承了自己赖以成名的武器盔甲以及他的责任。之前经常看到有观众问，为什么毁灭之锤的装扮和萨尔那么像？那其实不是他像萨尔，而是萨尔所穿的是毁灭之锤留下的装备，所以才会有观众误解。就这样，一代传奇兽人领袖殒命于此，他死去的地方被后人称为落锤镇。接着，众人为这位伟大的兽人战士举行了隆重的火葬仪式，他们在仪式上悼念缅怀了这位兽人领袖。萨尔和在场的所有人都将永远铭记阿圭瑞姆为兽人所做的一切，而萨尔也将带着奥圭瑞姆复兴整个兽人族群的信念，引领新部落继往开来。而萨尔知道，东霍尔德城堡是联盟最大的集中营管理中枢，如果能攻陷那里，那么其他的集中营也将不攻自破了。于是，萨尔带领新部落向艾德拉斯·布莱克摩尔所在的东霍尔德城堡进发了。在正式向那里发起进攻前，萨尔以项链作为信物，约塔莱莎在当初分别的地方私下见了一面。而这次见面，萨尔是想要塔莱莎暂时离开敦霍尔德，以免在战斗中会伤及他和他的家人。可塔莱莎却拒绝了萨尔的建议，因为他担心艾德拉斯发现他逃走后会转而折磨他的家人。无奈之下，萨尔尊重了塔莱莎的决定。当次日，萨尔带着兽人军队兵临城下时，他先是向艾德拉斯就释放兽人俘虏的问题提出了和谈的想法，因为他顾及塔雷莎和那些无辜的人类，如果艾德拉斯不同意的话，再强攻解放。然而萨尔得到的回应却是艾德拉斯将塔莱莎以叛变罪处决的事实。得知消息后，萨尔震怒不已，盛怒之下，萨尔用萨满之力引发了大地震颤，部落士兵也向城堡发动了总攻。最后，在一场血腥的战斗中，萨尔亲手杀死了艾德拉斯·布莱克摩尔。这场战斗中，萨尔放过了军事长和那些军官，新部落只是暂时控制了那些企图反抗的人类，没有任何妇女孩童受到伤害。在战役结束后，萨尔再次使用萨满之力，彻底摧毁了敦霍尔德城堡，使之变成了如今的废墟模样。随着敦霍尔德的陷落，人类对集中营的统治结束了，新部落毫不费力地解放了洛丹伦周边的那些单独的小型集中营，新部落的兵力也因此得到了增长。但是萨尔并不打算向洛丹伦开战，相反，他继续带领族人在东部王国游荡，只希望可以找到一处能够建立家园的地方。好了，那么到这里，萨尔青少年时期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为什么兽人在前2次大战和第3次大战所展现出的形象会完全不同呢？相信大家看到这里已经完全能够明白了。舐犊之王告诉我们，兽人形象上的转变是因为他们有一位优秀的领导人萨尔，而鲜血与荣耀告诉我们，也不仅仅是因为萨尔一个人的关系，兽人自己也在对过去犯下的过错进行反思，尽管那是恶魔驱使他们做的。而在之后，兽人的命运又将如何发展呢？这一切就要放到以后再来揭晓了。下期节目我们将总结一下，从第2次大战结束到第3次大战前的这段时间内，艾泽拉斯上的反派又在做些什么？洛丹伦联盟又是如何破碎分裂的？还守护者麦迪文是如何归来的？敬请期待下期节目吧。如果本期视频能够让你对艾泽拉斯更加深一些了解的话，请一定要记得点赞、转发、关注哦。我是4213，我们下期再见。